谢谢你经过，陪着我，陪着你守候，陪着我，风雨中起落，不愿你孤单身影，在冷酷时空淹没。我记得那年的日落，我记得褪色的承诺。如果不能牵着手，就让最善良的梦陪到最后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预约吗？少峰，少峰，我想见廖医生。你好，廖医生。你好，请坐吧。李先生，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我是李少峰的父亲。李先生，少峰的事，我都在新闻上看到了，真的很遗憾。我是在少峰房间看到你的名片，才冒昧来找你。我想知道，少峰他是少峰是我的病人，你的病人。他没向你提起来这里咨询的事。我一向来都很鼓励病人把自己的问题坦白地告诉家人，但有时候他们宁可一个人去面对，也不愿意让家人担心。少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少峰患上了阳光忧郁症，1年前就开始来这里寻求心理咨询。什么阳光忧郁症？少峰不可能会有忧郁症，他一直都很好的。阳光忧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，表面上这类型的患者就好像阳光一样灿烂，看起来很快乐。他们在与人相处的绝大多数情况中，都会习惯性的面带微笑。但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微笑，并不是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，而是一种负担。他们像是一群隐形的病人，而这些得不到宣泄的负面情绪累积下来，就会变成一股巨大压力，渐渐地形成忧郁症，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。渐渐的，他们心里只有绝望，他们不能够，也没办法表达心里的郁闷、委屈和愤怒。渐渐的，他们的负面情绪就像影子一样，如影随形，想摆脱都摆脱不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少峰的事很可能不是意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恐怕只有他才知道答案了。每次少峰来这里咨询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录音。你可以听一下，或许听了以后，你就会更加了解他。我可以把这个发给你。昨天晚上我又睡不着了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越来越沉重，好像有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一样，让人觉得很难呼吸，
也很难受。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人走在黑暗中，走了很久，可是一直看不到尽头。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？我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在生活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带走全部也没关系，不想看你作业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不开心什么。我其实很想坚持下去。是不是我不够好？尽管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也没有关系。我会努力变更好，请你别就这样的离开我。要什么都可以，带走全部我也没关系，不想看你作业。金啊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啊？朋友和慧琪都很担心你啊。要是你能够看得到我就好了，有我陪你聊天，你就不用躲在这里，自己一个人难受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但是身体还是要照顾好的，知道吗？请你别就这样的离开。少峰，是你吗？少峰，你来看爸了。你的事情，爸知道了。廖医生全都告诉我。什么廖医生啊？少峰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有忧郁症不告诉爸呢？你一定是担心我害怕，所以才瞒着我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们俩父子相依为命，感情这么好，我还以为你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呢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你不放心，所以你选择不告诉我，因为你怕我担心。我为什么不早点察觉到你不开心？我这个做父亲的到底怎么一回事？那天你打最后一通电话给我，我没接。你说，如果那天我接了，我多关心你一点，多和你聊多两句，现在会不会什么都不一样了呢？我为什么不接那通电话？我为什么不接？金，别这样。少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金，我用看了，金叔今天不会来上班。时间过那么久了，真的不去看他一下？我妈跟我说，金叔已经回家了，现在就让他一个人静静吧。你妈来过啊？干嘛？你怕啊？不怕。
不过鬼是不是飘来飘去的？对啊，说不定他就在你。喂！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现在可以一个人看鬼戏了。那又怎样？戏里面的鬼啊，他们是人用创意刻画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干嘛？现实生活中，他们长得很普通，跟他们生前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你之前是不是很怕鬼啊？嗯，可是那是因为我不够了解，所以才会害怕。你现在不怕了？现在啊，现在我觉得好一点，可能是因为我妈的关系吧。她让我发现，其实人跟鬼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他们有悲伤，也有无奈，也有很多来不及完成的事情。就像子轩。你真的看到子轩了？嗯。那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担心你，因为他的离开，你会伤心，你会难过，所以他才让我帮他完成最后一件事情。然后他就离开了。他走的时候很安心，很欣慰，也没有遗憾了。谢谢你。还有，对不起，我那天不应该这样嘲笑你。唉，算了啦，那天我的反应也是有点过度，毕竟我的确骗过你，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鬼。其实可以看到鬼也不是一件坏事嘛，啊，至少你现在看得到你的妈啊，对不对？22年来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觉得。可能上天赋予你这个能力，他有他的原因吧。就像Spider-Man这样，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。什么 Spider-Man 又胡说八道。不过你的安慰，谢谢了。对不对？有可能这个是我的 power， 想太多才是你的 power 啊。是吗？是。吃什么？随便你决定，我请客。真的？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后面有间肉葱面很好吃，你去吃吧。好啊。慧琪，浩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刚好经过这附近啊，所以就想找你吃午餐。哦，我们正要去吃午餐。我忘了，我约阿强去殡仪馆，你们去吃啊。显烂，一听就知道是借口。我们只是吃午餐，没什么的。反正我也不想当电灯泡嘛下一次你们的喜酒我一定去哦。先这样喽，爽完了，拜拜。走吧。你怎么知道附近有这家咖啡厅啊？想说和你吃饭，就上网找的。这杯饮料味道微微有点甜，不过我喜欢。刚才朋友说的那些话，你哦，刚才朋友说的那些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爱胡说八道。但是我觉得
他大概知道我来找你吃饭的目的，所以才不想打扰我们。哎，那你今天不用上班呐？有啊，等一下回医院。其实我今天不是刚好经过，是吗？我是故意来找你吃饭的。哦，因为想见你。不过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那下次我不来了。谁说我不喜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反正以后我一有空，就过来找你吃饭。那你要说话算话。平时喜欢做什么？不要，你先放电话，我才放。都知道我是拿得起放不下的人，只要拿起，我就不会轻易的放下。乖啦，听 BB 的话哦。你先放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你干嘛？你长这么大了，还比比，你不觉得恶心啊？嘿，爱情是不分年龄的吼，只有勇敢爱才会得到真正的情。你再讲，我们就绝交啊！你这样生气做什么？谈恋爱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你知不知道放闪是一种罪过？你看不惯，你自己去找一个啦。要不要帮你介绍？不用，不用，还是你已经心有所属？没有。嘿，心虚呀？是单恋还是暗恋？对方知道吗？你管啊？看你的 pattern 哦，肯定是暗恋呐。你神经病啊啊！谁说我喜欢他？不温柔，不体贴，说话不算数，样貌不怎么样，脾气又不好，谁会喜欢他？原来你喜欢慧琪呀？谁说我喜欢慧琪啦？你说又不温柔，又不体贴，说话又不算话，长得又不怎样，脾气又不好，慧琪啦！你不要乱说话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啊？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啊？都说我没有喜欢他啦。你跟他告白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啊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为什么不跟他告白？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，而且我看啊，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。又怎样？他都还没有结婚，你还有机会吗？人家是医生哎，怎么可能跟他比？哎，现在是叫你谈恋爱还是谈条件哈？搞不好他也喜欢你嘞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们两个是殡葬业的白马王子哎，我排第一，你排第二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我马上没有信心。你不相信啊？不要紧，我们交给上天来决定啊。讲讲。那头，你们两个就有机会在一起；尾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哦。无聊。我就是这样交到女朋友的嘞，这是上天的旨意呀。来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死定了！这个不是头，也不是尾，连上天都拿不定主意。这种捉摸不定的爱情，一定会把你搞得遍体鳞伤。Friend, you are dead 。
少峰小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哦，你看他的眼睛好像在笑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他们快点长大，可是他们长大以后，我们又想念他们小时候的样子了。再怎么不舍得，有多么的不甘心都好，父母始终还是要放手的。但有时候，放手也是一种爱。孩子长大了，有权利决定自己要走什么路。父母不可能牵着他们一辈子的。看来，我早晚也要学会放手。少峰，少峰，少峰，爸，我在这里。你等等我啊，我还以为你走丢了。这里我来过很多次了，你不用担心我的。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我知道了。走啊！干嘛不走？是不是太累了？爸，我只能走到这里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爸，这段路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有自己想去的地方。你想去哪里？他舍不得。我知道，爸，对不起。两父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是真的舍不得你离开。好像这次，我真的不得不放手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爸，再见了。少峰，少峰，少峰，谁是傻瓜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啊？刚刚。哎，郑一书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在楼下了。他已经上班了。他想来上班就由他喽，反正这里有你们看着他，我也比较放心。嗯，也行。知音书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今天陪了他一整天，元气大伤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啊，你去休息吧。
慧姐啊，嗯，我可不可以抱一抱你？你抱我干嘛？没干嘛，我就是想要抱抱你啊。可是你抱我，万一不小心你就要上我的身了啊。那也是，那算了。妈，意思意思就好。那我过来了。嗯，到底要不要？快点！呀！好久没有这样抱着你了。有很久吗？有啊，我最后一次这样抱着你，是你大学刚刚毕业。是吗？为什么我不记得啊？现在啊，你这心里就只有那个帅哥医生，怎么会记得这些？好了，你抱够了吗？再多一下下。好了。你干嘛？我是看到知音跟少峰，突然觉得有点不舍，所以我想趁我有机会的时候再抱抱你。嗯。知音叔，哦，早。哎，我买了早餐，一块吃。哦，好。下个月要结账了哈，会计所会派人来拿账单，你要记得准备好啊。嗯，知道了。过来。知音叔啊，其实你不用急着回来上班啦，这里有我跟朋友看着就可以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留在家里胡思乱想，倒不如回来上班，让自己忙碌起来，日子也比较好过。好啊，那以后你想找人聊天，你可以时时叫我，我随传随到。我知道你跟朋友都关心我，放心，我不会做出什么傻事了。我还是照常吃饭，照常工作，再难过，生活还是要过，对吧？我妈告诉我，你找心理医生的事情。我姐都知道了。这几天，我妈一直很关心你，她其实一直都在的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出了事之后，你有没有见过少峰？不知道他在那里过得好不好？知音叔啊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相信少峰在那里一定过得很好。以前常听人家说，往生的人会托梦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出事的前天晚上，我梦见我跟赵凤去爬山，他爬着爬着，
就不见了。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他，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总觉得他是回来向我道别的。金叔啊，我妈说过，人死了，如果有心愿未了，才会逗留人间的。那些没有逗留人间的，应该早已经放下了。我相信少峰一定是这样。也许吧。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既然他选择这个方式离开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这段时间你一定很难熬，凡事不要太勉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顶得过去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还有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谢谢你。吃吧。如果再有机会，我要对我儿子说，我会永远爱他。谢谢。谢谢洪妈妈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李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和他儿子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分享会，要是说的不好，请大家见谅。我们给李先生爱的鼓励。我儿子叫少峰，今年23岁，还在念大学。不久前登山意外失踪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我是从廖医生这里才知道，我儿子患了忧郁症。他从小和我相依为命，我一直都以为我很了解他，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心里所经历过的痛苦。我反复地想起他之前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想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做父亲的责任，好好的保护他。我在来的路上遇见了一个推销员，他问我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，我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儿子，虽然少峰已经不在了，但他永远还是活在我心里。忧郁症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克服的疾病，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呼吁，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正在经历这种心理的痛苦，我们一定要给予他们更大的关注和支持，千万别让他独自的面对这个世界，要让他知道我们永远会留在他们的身边，陪伴他们度过难关。李先生，你们好，谢谢你刚才的分享，你的感受我们都能够体会。其实我们的儿子 Jordan 也跟你儿子一样，患有忧郁症。我们的儿子离开的时候只有15岁，他已经离开了我们3年了。这段路不容易走，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要是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以联系我们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大家互相帮忙。其实，这里很多家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。
没事了。谢先生，其实你为什么会选择从事临终关怀的辅导员？是因为我太太她也是辅导员啊，不是的，我以前是做金融的，跟这一行完全沾不上边。就因为金融这个行业分秒必争，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忙于工作，完全忽略了我太太。后来我太太出了意外，成了植物人，我才知道陪伴是多么重要。那后来呢？我当时很后悔，曾经还想过放弃自己。幸好当时一个辅导员对我伸出援手，帮我渡过难关。啊，就是通过他开始认识临终关怀。后来我有了更多的了解，觉得这份工作挺有意义，就这样，我加入这个行业。那你从事临终关怀这份工作，你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患者和家属的情绪，有时候他们会感到很失落、很无助，甚至很愤怒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爱心和关怀去安抚他们，让他们安心。你从事临终关怀那么多年，是不是已经看透了生死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不知道是否能看透生死，但我确实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。我见识了很多生命的消逝，也见证了很多家庭在生和死之间面对痛苦。只能说，生命真的太无常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读者说吗？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好聚好散，来时安好，去时安好。生命本来就有始有终，但死亡不再是禁忌和恐惧，而面对死亡，是对自己的生命的凝视和整理。完善的临终关怀体系，是对生命的尊重。这么优雅的离开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的事情。救我！救我！这里，这里。华姐，哎，你看这些衣服，你喜欢什么款式？我送给你。不要，这些衣服太老土了，我穿出去啊，会给其他的鬼笑的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叫老板帮你量身定做的。不要乱花钱，上次你们烧给我的东西啊，我下到去都不知道收得到吗？不要。你就别跟我客气啦，你以前对我那么好。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不要浪费钱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不要。你不喜欢衣服是吧？那我给你房子，哎，或者飞机也不错啊，下面应该可以去旅行吧？你在跟谁讲话？我跟我的客户做直播，帮他们订一些东西。这么巧啊，会在这里碰到你。真的这么巧被我遇上？我店里还忙着，哎，我们改天再喝茶聊天啊。来干嘛？所以素娟是他死去的妻子？社工是这么说的。听说他坐牢以后，精神就开始出现问题。这几年他断断续续的闹事。听说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朋友的，只是一直联系不上。你说彭天成的儿子叫朋友？是啊，这个名字那么特别，谁都不会记错。大家分头找到3号病人，马上通知。
3号病床的病人，不就是彭天成吗？回去，杀到了，杀到了！什么杀到了？李师傅杀到了，他刚才看到我跟华姐在一起。又怎样？我怀疑李师傅看得见华姐，快叫华姐躲起来，快！哦，李师傅，不是说好改天喝茶了吗？怎么突然间来了？李师傅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你在干嘛，李师傅？你在看风水啊？你这里磁场不好，我要来看看。李师傅啊，我们这里只有棺材，没有东西看的。是啊，不如我们到对面喝杯茶好不好啊？李师傅啊，你的好友们心领了，我真的不用看风水的。是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最好看的就是我们2个人啦。马不知脸长，做人要谦虚。果然在这里，你们这里有鬼。好啦，阿强大哥，转个弯就到了啊，拜拜。喂，大哥，你过来了。谢谢。